如果你不结婚不生小孩，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随时都可以是新的起点。我悟了，朋友们，咱们这代人是古往今来最通透的一代人，很多活到60、70岁或者50多岁的中年人，他们对于人生的看法和认知，咱们这一代人现在就想明白了，真想明白了。没错，我们00后就是自私，我们不想结婚传宗接代，就是不想再重复上一辈的苦难。住的是城中村，吃的是拼好饭，偶尔花个几十块钱买点好水果就算奢侈了。就这条件还结啥婚呢？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都是封建社会给老百姓套上的思想枷锁。古代你不生孩子，谁去修长城？谁给老爷们抬轿子？你竟然还想着割00后的韭菜啊！白日做梦。有00后在网上说了，我们00后主打一个35，无车贷、无房贷、无后贷，每天醒来默念3遍：儿孙自有儿孙福，没有儿孙我享福。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当父母我省心。儿行千里母担忧，不当父母我无忧啊！这叫一个绝代佳人。当然不想了，为什么呀？结婚哪有游戏好玩？你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结婚了？这个是想结婚，因为就很简单，就自己的未来已经看到确定了，牛马的一生嘛。然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孩子出生继续当牛马呢？就到我为止吧。我不会结婚的，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一生就这么几十年，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自己。我应该是比较自私的一个人，就是我不想把我的时间分给别人。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之前啊，叔做了一期节目，讲的是80后的前世今生。很多80后看完这期影片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呐，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说，叔看完你这期影片，我真的都 emo 了。我不知道该评价什么，我只有一声叹息，却不知向谁人倾诉。Stop， 甭倾诉，到了咱们这个岁数，真的没朋友。请把那千言万语带到一个月朗星稀的无人之地，点上一根香烟。如果你真的有话说，就问问苍天，廉颇老矣，他尚能饭否？追完老一代，想必今天的主题大家也都猜出来了，毕竟开场放了那么多00后的 VCR。没错，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代际就是当今社会的中流砥柱00后。我在这个频道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我对00后的高度欣赏。我这个欣赏不仅仅是因为我好色贪图年轻的 latte， 而是我真的欣赏00后的这里，70后、80后、90后。我说句难听的啊，一丘之貉。这3代人就是同一个产品的升级版本，唯一有区别的无非是表现手法。70后有了钱之后，梦想就是回到老家给父母盖几间大新房，让全村的人看看我是村里的骄傲。80后希望能够在中国1、2线大城市，通过自己的努力混入到精英阶层，然后在不错的商品房拿下一套自己的公寓，让别人看看我在这个城市里面扎根了。90后，全人类最喜欢自拍、最喜欢发9宫格的一代人。所有的人点开你的朋友圈，在今时今日还在执着于发9宫格自拍、发9宫格奶娃、发9宫格旅游的人，哪还有一个不是90后？跑到一个看似优雅高尚的环境里面，故作不经意状拍了那么一系列的照片，但是却非常惊异的把自己的那张脸修得跟个发面蛇一样。这个年代还有人这么修片吗？没有了，这都成了90后的非遗专属了。70后看完之后只会送你一句花开富贵，身体康健。80后看完你这些图之后，只是心里有一个 OS， 就是能不能卖给你点啥？你到底是真有钱假有钱？能不能跟他买点保险？而00后的人群，他们大概率是不会吐槽你的，因为他们极有可能自从加了你微信的那一天，就把你的朋友圈给屏蔽了。这个屏蔽代表什么？这个屏蔽就是一堵墙，一个句号，证明这种虚荣的把戏是20世纪人的专属，到了21世纪出生的新人，他们不玩了。所以我今天想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层面全息地剖解一下00后从哪里来，又注定要去哪里。开始讨论00后之前，我们必须看几组社会的真实数据，就是近5年来的中国人口出生率。
2020年，中国出生了1202万人；2021年，中国出生了1062万人；2022年，中国出生了956万人；2023年，中国出生了902万人；2024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出生了954万人。自2022年以后，中国的自然出生率都呈负数，在逐年的加大。看完出生率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跟出生息息相关的指标，就是中国的结婚率。2020年疫情的第一年，按说这一年其实结婚是并不方便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制度的国家，在结婚政策没有改革之前，双方是要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去办理相应的结婚手续的。但是2020年在疫情的第一年，中国有813万对男女进行了结婚登记，2024年有610万对人结婚，这个结婚的数量比照前一年下降了足足20多个百分点，也创造了1980年以来历史的结婚最低纪录。看完了出生率、结婚率这两项重要指标之后，我们还要看第三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对于我们接下来要论述的00后的未来也至关重要，就是00后的学历问题。众所周知，00后指的就是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出生的中国人口。截止到2022年，中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超过了2.18亿。2.18亿占了总人口的15.5%。且在这个数据之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数据，就是研究生的人数在不断的攀升。截止到2022年，中国的研究生人口已经达到了365.36万人。这一大串干巴巴的数据，它能证明什么？它至少能证明一个我想证明的问题，就是00后是中国历朝历代学识水平、整体的教育素质最高的一代人，是远远高过于70、80、90后这3代老帮菜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普遍知识水平、教育水平极高的00后，目前面对着最大的困境就是失业呢？我不扯那些遥远的数据，仅拿今年举例，刚刚过去的这个4月份，中国青年城镇人口的失业率是15.8%。什么叫做青年？就是16到24岁，是统计这个阶段。中老年失业不列举在内。那什么叫做城镇青年呢？海外很多人可能就不懂了吧。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有8亿人口，它都是农民。那8亿人口的农村子弟是不列入到失业统计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这15.8%统计的还仅仅是城市青年。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不统计农村人，不统计中老年人，只统计城市16到24岁的这个人口，失业率官方数据就到达了15.8%。那如果不设置这么多的滤镜，不设置这么多的门槛，中国到底有多少的失业率呢？那我们就只能看一看那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媒体的推测了。西方媒体推测，中国真实的失业率应该在46.5%，远远高于官方的公布。那么46.5%这个数据是否实在是太夸张了，纯属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一种抹黑和造谣呢？我也不清楚。我相信每一个身在大陆社会工作的平民牛马，你们比我对这个数字应该更加的感同身受。你们来掂量掂量，46.5%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国核工业集团有一次的招聘，您知道他收来了多少个简历吗？119万份简历。说到这儿，就要引发了第二个要探讨的问题，也是最近网上争议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读书还有用吗？中国社会有一个非常幽默的词汇，叫做铁人三项。铁人三项不是指的传统的那个体育竞技，而是指的滴滴、外卖、快递。这3个项目基本上是现在所有失业的大学毕业生集体要涌入的3个板块。很多老百姓都在反映，现在送快递、现在送外卖的小哥们可不是像10年前那样满眼的都是农村没文化的孩子。现在有很多的快递小哥张嘴的普通话是非常标准的，从谈吐之间你能感觉到他的学历并不低。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普遍社会现象，所以才使得很多年轻人问出来那句灵魂拷问：读书到底有用没用？
这个话题我也思考了良久，但是我也给不出任何的答案。我只想反问你们，你想用来干嘛？首先，读书读什么书？如果你说我去读一些文学作品，我去读一些网文爽文，我去读一些黄色小说，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个人心灵的娱乐之用，我觉得那当然有用了。只要你觉得有趣儿，它就有用。但是如果像过去那一代人那样子，做一个小镇做题家，一路披荆斩棘，最终考上985、211，或者是更高的名校学府，他是否就能够冲破社会的阶层？我认为大概率不能了，因为学历已经贬值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依旧尊重学术、尊重知识、尊重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但是我们必须客观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学历贬值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尽管我们中国人接受的传统教育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仿佛你的家庭只要有一丝条件，都应该继续去供你读书深造，因为只有这个才是唯一一个光明正道。首先，我个人是一个非常讨厌儒家思想的人，我想把这句话重新给您翻译一遍：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在旧时代，读书是男权社会能够冲破社会阶级壁垒的唯一武器。为什么它能够冲破呢？因为它稀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称之为珍贵，因为所有的珍贵全部来自于供需关系。80后名校的毕业生可以称之为金子，人家也确实是金子。到了90后之后，人家不是金子，那至少也得是银子吧。到了00后呢？00后的高学历等同于一块铁，而且大部分的铁全是废铁。所以我希望00后能够接受一个非常残忍的事实：读书，我们指的是科举制的读书，对于绝大多数的未来年轻人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如果你的情怀可以达到说我走进一些名校只是为了人生接受一段素质的熏陶，那你当然可以去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指望变现谋生，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会骂我祖宗18代的话，我认为大多数的年轻人真的可以不考大学。你应该尽早的去发掘你人生真正的爱好和兴趣，反正你们这一代人也都非常的早熟。如果你只喜欢吃，我认为你应该从小就去做一个专业的厨师学徒，待到有一天那些跟你同龄学历远比你高的人都开始送外卖的时候，送的就是您那个餐厅您亲手做的外卖。如果你从小就并不是十分喜欢学习，只喜欢臭美，那么美容、美发、美甲等等一系列的服务业工作，你应该趁早入手，趁着你还有一定的年龄优势。不要嫌这种工作多低贱，坦白讲，这种工作和未来985、211大学毕业生彼此的月薪收入差距已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世界非常多的先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证明了这是一种必然。就比如说我脚下的日本吧，请问名校毕业的学生在头10年的年薪和那个扫大街的有什么区别吗？没准那个扫大街的更高一些。也许你会说了，名校毕业的人也许头10年和劳动的蓝领阶级没有什么太大收入的差异，但是他们有未来啊，他们有升迁的机会。醒醒吧，各位亲，时代已经变了，能够在职场上深耕下去，熬到10年以后持续升迁的人，他能有几个呀？这个概率大吗？我觉得更大的概率是，很多人到第10年工龄的时候，可能就会被企业裁员，或者他的企业都不复存在了，就像80后那些老叔叔、老阿姨一样。所以不如你现在就搞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一块学习的料，你的学习成绩在真正那个血腥残忍的学术赛道上有没有竞争优势。如果没有，真的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不要在这上面浪费你自己的青春和家庭的财富。哪怕你的梦想非常的粗鄙，就是找个有钱人把你娶了，把你包养了，那你应该尽早下海。说到性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00后冲破了传统道德的那个束缚，走到了一个新的纪元上面。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神秘的领域不太了解啊，就在想00后是中国早恋最少的一代人，而且00后标榜的人生哲学是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就自己一个人过。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能够在性方面做了一些革命性的突破模式呢？
就是00后把性和爱彻底的分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天赋，甚至这是一种巨大的智慧。大家别笑，我举一个浅显且不会被封掉的例子。10几年前，中国所有的那种约平台交友 APP 盛行的时候，主流的用户是80后和90后。请问那时候大家怎么约？先写私信勾勾搭搭，然后把私信里的人加到微信里面去，再开始说一些骚话。然后呢，组织个 KTV 呀，组织个朋友聚会，你要不要来呀？至少也约一顿饭嘛，饭都不约的话，至少也得约一杯星巴克的咖啡，坐在那块，两人开始四目相对，内心天人交战。天人交战什么？天人交战，我自己约的炮是否硬着头皮也得给他打完？你说要不打这一炮呢？这一天的时间也浪费了，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对吗？自己内心的这股暗火也是如箭在弦。你说打呢，这个人跟网上长得也不太一样，我还有点失望。脱了衣服更不知道他身材如何。所以就在这种非常泥泞的精神环境之下，有多少人这辈子睡了一些自己其实难以启齿的货色呀？但是今天的00后完全不走这个风格了。你打开所有的软件，所有的网络社交平台，你但凡看到一个穿得比较性感、外貌形象姣好的人，你给人家写一个私信试试，你看看人家怎么回你。人家就直接回你一个我现在在兼职。你听懂这话什么意思了吗？我给你翻译过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在工作，如果你不付钱，请不要打扰我的工作时间。00后现在不勾三搭四了，不上来就去问一些什么你什么工作什么学历，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不聊这些，只在乎2个点。一，我可以跟你做，只要你是我的菜，我要吃肉，你的肉好让我吃一口是我的福气，不谈钱。吃完肉之后提上裤子，咱们不认识，下次吃肉再见。另外一种就是我把我姣好的身材放在抖音上，放在小红书上，放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放在这上干嘛？我要寻找2种人来骚扰我，一种是爸爸，一种是姐姐。可能很多纯爱系的女性朋友们会觉得说，夏禾你这也太夸张了吧。但是我们的评论区有没有彩虹界的人士？来，同志朋友有没有？所有的同志朋友，你他妈现在扪心自问，今天你打开网络任何一个 APP， 上面身材姣好、样貌姣好的人，谁不是 MB？ 你说出一个来。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一种堕落吗？我不这样认为，反而我认为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虽然说在传统道德角度，很多人认为说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这和卖淫有什么区别？可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人类所有的性关系，哪一种不是建立在卖淫这个基础的框架之上的呢？传统社会人们标榜忠贞不渝，标榜肉体的贞洁，不是因为贞洁本身它多么的高贵，占有了如何的道德高地，而是稳定的制度需要它必须这么做。农耕时代的婚姻是什么？农耕时代的婚姻是以繁衍子嗣并且完成保障子嗣最终财产继承权为先决条件的。这是不是交易呢？这是赤裸裸的交易。在父权体系之中，有权有势的男性去疯狂地占有女性的肉体，这是什么？这是代表这个权力系统持续延续所掠夺出来的一种生产工具，这是不是交易呢？这也是标准的交易。在现代国家这个层面，被称之为家庭的这种组合单位，它所标榜的是什么？性忠贞和情感的专属。大家必须去接受这个残酷的理论，就是性和爱从来都是2件事情。之所以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误以为它是一件事情，这是统治阶级的奴化教育所导致。而他之所以这么教育，就是为了他的政权稳定，而政权的执政者本人往往并不坚持这个所谓的忠贞情感系统。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说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可能平时你们不太关注的领域，就是那些非常前卫的科幻小说，比如说《三体》，比如那个自称穿越人的张祥贤讲出来的统一场论，他们都在里面用大量的篇幅去描述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类再往前发展的时候，走到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时代，所有人的性全部都是开放的。
那么为什么在很多科学和科幻的著作里面，性这件事情都被浓墨重彩的表现？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人类追求平等这件事情。人类追求平等，它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就是政治的去中心化，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AI 的发展，在所有的科幻体的叙事里面，政治全部去中心化了。政治一旦去中心化之后，是否道德也就去中心化了？因为道德本来就是政治的持有者发明出来的一套荒谬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迷信。人们企图通过道德这个洗脑大棒来控制自己想控制的人以及他们的身体。可是控制者本身会遵循忠贞这个逻辑生活下去吗？他不会，这就会出现了不平等。而随着科技化的发展，社会逐渐去中心化，个体价值就被放大。个体价值一旦被放大的话，那么直接击毁的就是很多旧的腐朽制度，婚姻制度、生育制度以及所谓的忠贞性制度。经常有很多女性跟我抱怨，为什么男女不平等啊？我为什么遇到这个渣男呢？我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还要出去搞三搞四呢？每次听到这种怨妇的报应，我真的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我真的想骂他们。你想用自己的忠贞，也就是灭人欲，来换取和一个异性或者是同性长期的专属情感交易，这他妈不就是父权社会的专属游戏模式吗？你渴望平等，渴望自由，但是却用着旧的制度来捆绑对方，企图你们两个人在旧的制度里面做两个新人类，这矛盾吗？如果一个女性想彻底的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做到和男权完全平起平坐，你不击碎你的贞操观，你不抛弃旧的道德体制，你怎么能够往前行？你没有办法。只要你还幻想通过你忠贞换来他忠贞，你就永远逃脱不出了男权社会对人的残暴迫害和愚弄。怎样才能消除在女性心中弥漫了几千年的那份荡妇羞辱呢？就是你勇敢的去做一个荡妇。如果你想，你就大大方方的淫荡起来，这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性，它啥也不是，它就是一种人的本能，它不需要再跟那黏腻的情感、家族、姻亲、学历、工作收入绑定在一起，它不需要。它和渴了人就想喝水，喝完水之后又想小便没有任何的区别。它是一个单纯的生理行为，它不代表任何。但是这个生理行为，如果有人需要我来解决的话，那么我就要衡量你对方的价值。如果你的外表，也就是你的动物性，确实能够解决我的生理需求 ，OK， 那我们一拍即合，不谈条件。但是如果你并不具备这样的动物属性，请你给钱。爸爸，请你给钱，这是不是很正常？所以面对今天很多00后自由的去使用自己的身体，但却不谈恋爱、不谈婚姻，我认为这是一种先进的表现。我们终于可以把旧社会的那一锅乱炖一样一样的摘出来，垂直分类。这是一种对自己人生高度科学化的管理模式。不止你下属我今天这么说，尼采在《道德奴性》中也提出过一个质疑，他认为所有的道德都应该被质疑。质疑什么？质疑这种道德究竟是服务于谁？被服务者才是这个道德的真正受益者。但说到这儿，也会有一个新的哲学问题丢出来，就是新的人类沿着这种生活方式走下去，是否会最终陷入反身性空虚的风险之中？我很肯定地告诉你，会的。因为当情感不再具有神圣性的时候，肉体肯定同时也丧失了它的神圣性。当它不神圣的时候，它是什么呀？它就是工具。那么所有工具的交易前提的基础是什么？是透明。韩炳哲称之为暴露性社会。暴露性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一切都在标价，一切都在竞价，一切都在透明公正的交易之中，但这确实丧失了深度。为什么会丧失深度呢？因为它丧失了神秘性。人类所有的深度是否都必须建立在神秘主义的前提之上？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为什么80后和90后听了那么多有深度的神专好音乐？
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人都普遍比较有才华，今天所有的人都平平无奇吗？不完全是。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它传播的主流媒体极具神秘权威主义。这些年我在这个频道呢说了非常多的无用论，很多人能接受，很多人不能接受。比如父母无恩论、婚姻无用论、恋爱有害论。今天我又提出一个深度无意义的论调。关于深度无意义这件事情，我昨天还在跟别人 battle。他是一个年轻人，在世界很多顶级名校都求学过，所以自认为自己非常的精英，对很多的艺术钻研得很透彻。他就跟我说了一个悲哀的现实，他觉得说那些伟大的辉煌的艺术家们，如今在这个社会已经被边缘化了，没有人关注他们，大家只关注自己的抖音、小红书、短视频、Instagram。所有人在刷，每天就沉浸在这些垃圾信息里面自嗨，没有人沉下心来去关注一下那些冗长的、晦涩的但极其深刻的艺术。他觉得这个时代很悲哀，他很同情这些生在了文化沙漠的年轻人。作为一个艺术造诣自认为非常高、博览群书的人，我提出了反对意见。我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追求深刻？我本人是一个可以把《金瓶梅》、把《红楼梦》倒背如流的人。然后呢，我取悦了谁？我觉得我只取悦了我自己。当然，我有权利说这些古典著作让我看透了世间的冷暖，方便我打开这个世界。但是人家现在有更先进的工具，短视频呢。人家可以更精准的、更不浪费时间的选择自己想吸收的东西来解惑自己的人生，并且同时还把自己给娱乐了。不像我们看那些古书，一看看了10来年才看懂。所以如果站在解惑人生这个实用主义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没有孰高孰低。因为很可能那些古代的伟大的大部头的名著，其中只有1、2句话能称之为人生哲理，最终被你吸收了。那些琐碎的细节，可能过不了几年，你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就像我们曾经上过的那些中学课本一样。然后他就提出了另一个论调：现在的年轻人天天刷这些东西，每天都与 AI 为伍，渐渐都没有了自己的独立思想，身体和头脑都被 AI 给控制了。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古代人写毛笔字，他被毛笔控制了吗？现代人用原子笔写字，我们谁被原子笔控制了？互联网时代，我们天天敲键盘，我们被键盘控制了吗？它们只是我们书写生命的一种工具。反观今天的 AI 也好，短视频也好，它只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去表达这个时代人想表达的人生状态。如果你认为过去的很多东西确实伟大，确实经典，那应该留在你的心里面，而不是强行的让普罗大众去帮你延续你所谓心中的那份精英主义。这是道德绑架，这是不对的。过去所有人都在装逼，都在含蓄，装有文化，是为了他想获得精英阶层的认可。就是我明明买不起这个名牌，但是我硬着头皮也得买，因为我出席场合的时候大家都穿这些牌子，我要不穿的话，不是让人家瞧不起吗？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我不社交了可以吗？我不社交，是否我也不需要为了社交去置办那些虚荣的行头？科技的发展，也就是历史前行的脚步，注定会把很多我们认为弥足珍贵的东西给淘汰得一干二净。而我们确实有很多过来人，为了那些曾经我们自以为弥足珍贵的东西，付出了血汗的代价去学习、去吸收。所以很多人对于信息爆炸、碎片化时代的到来有诸多的不满。他的不满是什么？我认为底层逻辑是妒忌。他不能接受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粉碎了、无人问津了。他更不能接受的是，没过几年，科技进行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拥有了更快捷的娱乐方式，而且成本极低，显得他年轻时候付出那些高昂成本的快乐其实有点不值了。去年我做了一期节目叫做《穷途末路的3代人》，在那个节目里面我回答00后一个问题，因为很多00后问我说，叔，你建议我们00后未来人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我就给出了我的答案，我希望你们未来好好的打游戏，游戏
一定是你们这一生真正的归属。然后很多人就不解，说夏荷，你这不是教着孩子玩物丧志呢吗？你说这个话现实吗？所有的00后的弟弟妹妹们，你们不要去相信那些前辈告诉你的废话，叫你人生要努力，要够卷，要去拼搏，要去挣扎。当再有这种爹味十足的陈词滥调的时候，你可以把书的经典名言抛给他，努力有用吗？孩子们，努力是一个社会叙事，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逻辑叙事。如果你能举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说这个人，你看他通过努力获得了什么，我就能给你举出10000个例子，和他一样努力做着同样事情的人什么都没有获得。所有努力成功的案例全都他妈是人间的孤证。而过去几百年，人们喜欢用这种孤证来绑架别人，来告诉你说你不成功，你不富有，仅仅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个成功的人努力。 No， 这是伪科学的，这是伪自然的。你就可以用你的学历来回怼他们。你问问他们，在你们出生的那些时代，你们考上了大学，像金子一样在社会上发光，为什么？是因为社会上没有几个大学生。于是乎，你们拿你们的成功案例来警示这个时代的所有晚生后辈，告诉他们，只要你努力就可以获得像我一样的生活条件。结果呢，00后基本上人均大学生，博士硕士也是人满为患，无处安身立命。所有人都努力了之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等于所有人都没努力。这就充分论证出来了那个结论：你所有外部世界的获得，它取决于你生在谁家，它至少也取决于你生在哪个时代。改革开放不是中国历史的必然，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有那么短短30多年的改革开放，那是一个猪都能飞上天的风口时代。而今这个风口已经不刮风了，你趴在这个边上只能掉下去摔死。所以躺平确实是一种哲学。你所有载入史书的那些古代的僧道们、灵修者们，哪个人不是用了大半辈子却躺平呢？这些先贤为什么要躺平？是因为他们不想劳动，只想去寺庙里面吃素吗？不是的，是因为这些智者想找寻一个人类的真相，就是人如何能够逃避丛林法则。因为丛林法则的幸运儿永远是极少数的，而大多数人就是丛林法则里的猎物和牺牲品。他们想找寻一种不被牺牲的方式，继续的生存下去。于是乎，他们想修行。那怎么修行呢？就是沉浸在你爱的事情里面去，躺在零重力的娱乐里面，把时间全部给它浪费掉。你喜欢看爽文就看到爽，你喜欢看黄片就看到射，你喜欢刷短视频就一直刷，插着充电线刷到你自然睡去为止。如果你还喜欢打游戏，我真的恭喜你，你已经找到了人世间最棒的修行路径。现在的游戏都已经到了什么概念了？一个游戏的制作经费高达几十亿美金。你看看那些3A 游戏，你进到那个游戏里面，不是一个玩乐，而是去过一种新的人生，是一种你可参与的、可感知的、完全沉浸式的人生。如果这个娑婆世界的时代不是你能操控的，但是你至少给自己开一个窗口，就是你能进入哪个虚拟世界呀？如果一个虚拟世界它给你的感受却是高保真的，那它和真实世界还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区别。当我们不在乎这个真实世界的时候，这个真实世界的尔虞我诈、人情世故、功名利禄全部变得一点儿都不重要。我们可能只需要最基本的食物、小小的房间和干净的水，便足够安度余生。当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学会逃避这个世界。假设有一天，医疗科技的进步可以让我们定制我们自己的梦，每天在临睡之前选择一个故事版本，按上这个钮之后沉睡下去，进入到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一切都是快乐的。
因为它是我们亲自 DIY 出来的剧本。那我们何必醒来呢？我思故我在呀，这可是笛卡尔的经典名言。哪里让你快乐，哪里就是你的世界。不要听那些老腐朽说什么你不能逃避这个世界，因为你迟早要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No， 你不需要面对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它一定也是一个电子游戏，只不过目前你正在这一重的梦境之中，误以为真，醒不来。所有路过本频道有缘看到本期节目的00后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一期书说的话反复的咀嚼揣摩，然后冲破所有传统的道德枷锁，去玩物丧志。10年之后，你一定会发现，当所有人对生命的理解都已经前功尽弃的时候，而那个时候的你早就已经进入到了 next level。那有人说呀，你不结婚，等你老了谁管你啊？死了都不知道埋哪儿。哼，那说的好像他妈埋哪儿能活一样，咋的还能死而复生啊？那没人埋我他妈起来挂树上，那反正害怕的不是我是别人。那还有人说啊，你没有孩子，连个烧纸钱的人都没有。那实在不行，我他妈现在提前给自己烧点，我先存着。再说了，那么祖宗18代都在下面等着呢，那没有人给你烧纸钱，我他妈直接啃老，还能饿着我呀？那什么养儿防老呀？有多少父母有儿子，那不照样在养老院待着呢？那么养儿防老，那么都是借口。你现在吃得好，睡得好，你化妆品用得好，那才防老呢。趁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能动，对自己好点，剩下的交给报应。那么咱都快活一辈子了，那最后那几天遭点罪，那也是应得的。